胡桃为什么叫胡桃？胡桃在剧情里念的命之作中的打油诗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最后救胡桃的意象是梅花呢？这期我们继续围绕海灯节的剧情来挖掘一下胡桃的文化寓意。今天可真是个好天气呀，适合赋诗一首，聊以助兴。赤团开时斜飞去，醉不安神情又复语。这头两句呢是胡桃的一命和二命。赤团在这里指的是彼岸花，彼岸花大家都很熟悉，它和死亡、灵魂这些概念有关联。赤团开时斜飞去，意思就是彼岸花开的时候，蝴蝶飞舞。第二句醉不安神情又复语，这句话呢比较好理解啊，天气由晴转雨，心情因此不安。那么这里缺少一个主语，谁心情不安呢？联系上一句应该是蝴蝶心情不安。因此这两句连起来看是彼岸花开的时候，蝴蝶翩翩飞舞，天气由晴转雨，蝴蝶因此心情不安。到了采血色，伴君棉花房。接下去的这两句呢是胡桃的三命和四命。斗留采血色，采用了借代的修辞手法，把采彼岸花写成了采血色，突出了彼岸花的色彩，画面感很强，能想象出蝴蝶停留在鲜红的彼岸花上的场景。伴君棉花房，直白的理解就是陪伴君在花房中入眠。那么联系已有的诗句，表达的就是蝴蝶因为下雨，所以停留在彼岸花上，有一种陪伴的感觉。无可奈何，燃花作香。那么这句中燃花作香是动作，无可奈何呢表达了情绪，结合起来就是花朵凋零后被燃作香的无奈。最后钟离补上了点睛一句，幽蝶能留一缕芳。结合上下文，意思是虽然花朵凋零后被燃作香，但停留在上面逗留采血色的蝴蝶还保留了花朵的一份芳香。那么到这里呢，这几句诗都是直白的翻译。如果结合胡桃这个角色的设定和剧情，胡桃的命之作表达了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是堂主对生死和自己工作的一种总结。在这首乐府长短句形式的打油诗里呢，彼岸花我们可以理解为逝者，蝴蝶则是胡桃自己。那他说的就是当有逝者出现的时候呢，堂主的业务就来了，业务能开张，自然是好事儿。但是看到逝者呢，心情马上就沉重了，所以是赤团开始斜飞去，醉不安神情又复语。那么在接到业务之后，堂主就要开始准备一些相关的事宜，要了解逝者的生平，给到适合的仪式，要和家人们一起守夜，这些都是白事的习俗，所以是采血色，伴君棉花房。仪式的最后，逝者在火光中燃烧殆尽，是最无可奈何的，生死不由人。但是经历了这番仪式之后呢，逝者也不是全然什么都没有留下，他的生平，他的故事会留在人们的脑海中，堂主会记得，大家也会记得，也就是幽蝶能留一缕芳。那么整首诗有一种淡淡的静谧感，体现出对生命消逝和留存的思考，表现出堂主对生死的豁达，又带有温情的态度。那么读完这首诗，胡桃为什么叫胡桃呢？其实也呼之欲出了。在剧情的最后，仙人们讨论起胡桃的名字，蝴蝶的蝴，胡闹的胡，淘气的淘，淘兜的淘。胡桃是胡，蝴蝶也是胡，联系命之作中的蝴蝶意象呢，取名的思路就非常直白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了。胡桃和生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蝴蝶也是。民间有传说，蝴蝶呢是由彼岸花转化而来的，它们在每年的清明节这一天出现，然后飞向彼岸花的故乡。而胡桃的桃，我们上一个视频有说过，桃木能够辟邪消灾，这和本次剧情中出现的桃兜山的传说有关，就不过多展开了。那么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胡桃就是现在的核桃，在民间有核桃不离手，阎王带不走的俗语，所以这个名字本身呢就非常的辟邪。那么最后为什么就胡桃的意象是帽子上的梅花呢？为什么胡桃叫胡桃，不带桃枝带梅花呢？我个人的理解是，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梅花傲霜斗雪，在严寒中绽放的生命力呢，象征着坚韧不屈。从生死的角度去理解啊，是对生命顽强的赞美。即便是面对生死的困境呢，也能守住生命。
所以梅花其实象征着生命，象征着顽强不屈的意志。我猜这就是胡桃帽子上戴梅花的一个设计理念。那个人的感受是，胡桃中的桃让人联想到了桃花，温柔娇嫩，弱不禁风。加入了梅花这种坚韧不屈的元素之后呢，综合了这个角色的气质，让人觉得这是一个外形如桃花一般活泼明媚的女孩，但内心却蕴含着能量，有着不屈的意志。那事实上，在这次海灯节剧情中呢，胡桃也真正的做到了这一点。那我看到一条评论，觉得说得不错。他说，原本对于胡桃是不感冒的，甚至因为早期的原桃玩家比较反感这个角色，但是经过海灯节呢，越发喜欢这个角色了。其实我自己过完剧情的时候呢，也会因为自己账号里面有胡桃而感到高兴和满足。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故事带来的魅力，这是二游这种以卖角色为盈利方式的游戏应该写出来的剧情和人物设定，有魅力，有文化底蕴，经得起考据，能给到情绪价值。包括最后堂主和旅行者有一些比较亲密的互动，那有一些声音说又搞 ML 了，但是我自己带入剧情呢，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啊，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革命友情，不是没由来的倒贴。我是反对直接空降的亲密关系，因为不太符合现实中人与人相处的逻辑嘛。但是两个人经历过各种事件，然后关系变得亲密一些呢，这本就是正常的。最后值得欣慰的是，旅行者的高光部分呢，给到了更贴合设定的安排，是因为自己的特殊，所以能干一些特殊的事，感觉在纳塔呢，编剧也逐渐找对了思路。好的，那么本期呢就到这里，我是铁华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